最近西太平洋的天空有點不太平，準確說是美日韓的軍機有點水土不服。短短48小時內，3架寶貝疙瘩接連掉鏈子，從死神無人機摔成廢鐵到隱身戰機磕破腦袋，劇情比諜戰片還跌宕起伏。最諷刺的是，向來喜歡甩鍋的美軍，這次居然急着認鍋，說墜毀的無人機是自己打下來的。這波操作比軍機墜毀本身還讓人看不懂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故事還要從11月24日那天說起，這一天堪稱美日韓軍機的水逆日。凌晨4點35分，駐韓美軍群山基地的一架 MQ-9 死神無人機正執行所謂的例行偵察任務，結果不知怎麼的突然失控，一頭扎進了附近海域。要知道，這架無人機剛在9月部署到朝鮮半島，算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沒想到第1把火就把自己燒沒了。美軍還沒來得及收拾殘局，這邊日本也傳來了好消息。當天上午，日本花0.8億美元從美國買的 MQ-9B 無人機，在釣魚島方向執行完監視任務返航時，突然上演空中驚魂，飛行員急得直冒冷汗，慌忙迫降在九州的一個民用機場，結果還是沒控制住，機身側翻砸向地面，螺旋槳斷裂，尾翼碎成渣，碎片散落10幾米遠，現場濃煙滾滾。更尷尬的是，民用機場被迫封鎖數小時，好幾架民航客機延誤，日本民眾的抱怨聲比無人機的轟鳴聲還大。日本防衛省急着找台階下，憋了半天拋出個離譜理由，風太大了。這話誰信呀？要是風大到能吹翻價值近1億美元的先進無人機，那機場的民航客機早該集體跳探戈了。更反常的是，事故原因還沒查清楚，日本就火速宣布剩下的3架同型號無人機全部停飛，這波認慫速度比無人機墜毀還快。好戲還沒結束，24日傍晚6點46分，韓國空軍的一架 F-35A 隱身戰機又來湊熱鬧。這架號稱隱身王牌的戰機在飛行中突然報告液壓系統故障，飛行員緊急迫降在青州機場，結果起落架突然罷工折疊起來，機頭直接懟在地面上，雖然主要部件沒受損，但也磕得鼻青臉腫。一天之內，美日韓3國軍機接連出事，難怪有網友調侃，這是西太平洋的空氣不適合西方戰機嗎？其實這已經不是死神無人機第一次在亞太折翼了。早在前1個月的10月24日，另一架駐韓美軍的 MQ-9 就曾無緣無故墜海。當時中國海軍正在黃海軍演，水文測量船就在附近，墜機點水深僅100米。美軍嚇得魂飛魄散，趕緊聯合韓國海軍封鎖海域，連夜打撈。畢竟這無人機身上裝着雷達吸波材料、光電傳感器等機密設備，要是被別人撈走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那麼為什麼大家對這幾次的墜毀反應這麼大呢？因為巧合的太反常了。首先，2次墜毀的都是 MQ-9 系列無人機，而且都在靠近中國海域執行任務後出事。其次，向來喜歡炒作中國威脅論的美日韓，這次居然集體沉默，連句抱怨的話都不敢說。最關鍵的是 MQ-9 這款無人機的黑歷史早就一大堆，根本不是什麼空中王牌。說出來你可能不信，這款被美國吹上天的死神，在胡塞武裝面前就是個移動靶。根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的報道，從2023年10月到2025年4月，胡塞武裝就擊落了至少20架 MQ-9， 最多時24小時內擊落2架。胡塞武裝用的什麼先進武器？說出來更打臉，就是些簡單拼裝的電磁干擾裝置。他們先干擾無人機信號，讓其失控，等操作員慌亂中降低高度時，再趁機擊落。連胡塞武裝都能輕鬆拿捏的貨色，美國居然敢拿來在東亞耀武揚威，這不是送人頭嗎？俄羅斯更是早就給 MQ-9 的脆弱蓋過章。2023年3月，俄軍一架蘇27戰鬥機在黑海上空
直接飛到 MQ9 頭頂倒燃油，幾下就把這架無人機逼得螺旋槳變形墜毀。美軍事後還嘴硬說俄軍不專業，可明眼人都能看出 MQ9 的抗干擾能力和機動性根本經不起折騰。這麼一款連胡塞、俄羅斯都能輕鬆對付的無人機，美國卻漫天要價，賣給自己人3000萬美元，賣給歐洲6000萬，賣給印度1.3億，賣給卡塔爾直接漲到2.5億。最離譜的是賣給中國台灣，居然要3億美元一架，而且錢收了，貨還沒到，這哪是賣武器，分明是搶錢啊！就在網友們猜測無人機墜毀是不是電磁干擾搞的鬼時，美軍突然拋出個爆炸性聲明，駐韓美軍第8戰鬥機隊承認11月24日墜毀的 MQ9 是他們自己擊落的。這話一出，全世界都懵了，哪有自己打自己寶貝疙瘩的？這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？其實仔細想想，美軍這波自爆看似離譜，實則全是算計。首先，這是典型的兩害相權取其輕。當時中國正在黃海軍演，這片海域的電磁環境本就複雜，要是無人機真的因為被干擾失控，美軍一旦承認，就等於公開宣告自己的先進裝備在中國面前不堪一擊。這對美軍的威信是致命打擊，與其被別人戳穿，不如自己先認了，還能落個果斷止損的名聲。小編猜測，當時的真實情況很可能是這樣：MQ9在執行偵察任務時，突然遭遇強烈電磁干擾，和地面控制站徹底失聯，飛控系統完全失控。美軍操作員眼看無人機就要飛到中國管控海域，或者可能墜落到無法控制的區域，擔心機上的機密設備被中國獲取，情急之下只能下令將它擊落。畢竟丟一架無人機事小，洩露通信頻段、加密模式這些核心機密事兒大。要是這些信息被破解，美軍在東亞的整個無人偵察體系都得推倒重來。當然，美軍的恐慌也不是沒有道理。MQ9 從2006年服役到現在，已經快20年了，技術早就不算先進，而中國最近10年在反無人機、電子戰領域的進步，堪稱脫胎換骨。從翼龍、彩虹系列無人機到非翼布局的攻擊11，我們的無人機迭代速度讓西方望塵莫及。岸基遠程雷達陣列、海上電磁偵察船組成的立體監控網，更是把黃海、東海打造成了電磁堡壘。韓國《朝鮮日報》就曾爆料，墜毀的 MQ9 在出事前曾出現嚴重的信號中斷問題，要麼延時高的離譜，要麼直接斷開連接，就算偶爾恢復也極其不穩定。這分明就是電磁干擾的典型特徵。更打臉的是，美軍花大力氣搞的2026第一島鏈無人機監視網計劃，剛喊出口號就遭遇滑鐵盧。這個計劃本來想讓日本、韓國、菲律賓當馬前卒，用 MQ9 這類無人機織成一張偵察網，刺探中國軍事情報，結果沒想到網還沒織好，先摔了2架主力機型。這就像一個自稱武林高手的人，剛擺好架勢就摔了個狗吃屎，尷尬程度可想而知。美軍的焦慮從墜機後的打撈行動也能看出來。MQ9 墜海後，美軍立刻聯合韓國海軍封鎖海域，派水文船連夜打撈，可撈了好幾天，只找到些外殼碎片，黑匣子和關鍵零部件全沒影了。美軍嘴上不說，心裡肯定在打鼓，這些機密會不會已經被中國拿走了？這種未知的恐懼比損失10架無人機還讓他們難受。而日本的反應更能說明問題。美軍自爆擊落無人機後，日本立馬明白了其中的門道，自己的 MQ9B 十有八九也是遭遇了電磁干擾。要是再派無人機去釣魚島方向，不是再送一架廢鐵嗎？可日本又不敢明說，畢竟在構島鬧劇之後，中國海警船已經常態化巡航釣魚島。要是承認被干擾，不僅丟面子，還會引發國內輿情。思來想去，日本只能派艘叫瑞寶丸的漁船去試探。結果剛靠近就被中國海警船圍住，4門機關炮同時鎖定，嚇得漁船掉頭就跑。這一幕算是給當年被日本欺負過的台灣宜蘭縣漁民出氣了。總結來說，在美軍的傳統認知裡，西太平洋是他們的後花園，情報鏈路想怎麼鋪就怎麼鋪。可現在黃海正在從透明海域變成信號黑洞， MQ9 剛飛進來就失聯， EA-18G 電子戰機不敢靠近，曾經的信息優勢正在被一點點蚕食。這才是美軍最恐懼的，不是損失一架無人機，而是失去了先看見對手的能力。從90年代美軍2架 EA-6B 電子戰機
就能在東海橫行霸道，到現在 MQ9 不敢靠近 EA18G 退避三舍，30年時間，中國完成了從補課追平到部分反超的跨越，這不是運氣，是無數科研人員和軍人的默默付出。美日韓軍機的接連墜毀，與其說是水逆，不如說是給美國提了個醒。時代變了，想靠幾架無人機、幾個小弟就想圍堵中國，純屬痴心妄想。要是還執意在中國周邊搞事情，只會有更多死神折翼，更多戰機磕破腦袋。畢竟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從來都是真理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